在曾经日漫最辉煌的那个时代啊，其实不乏很多高成本大投入的经典短片，只不过随着这个时间流逝呢，很多类似的作品变成了一个小众的经典啊。但是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玩家愿意为这一份情怀去购入自己喜欢的产品。各位自视角情怀大，各位老品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牌不齐。今天呢，我们就带来 Europark 出品的鸭 Kalas。这次这款产品同样是 Europark 的 AMK Pro 系列，一眼看上去这个安装来讲，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大难度，也有全彩的说明书。关节的连接上呢，我个人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产品要更紧一些，但是这也换来在整个拼装完毕之后，紧实度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和一些成品玩具去比较的。这个身形蛮不错，个头的话不算矮啊，大概在20厘米左右，拿在手中，这个分量感还是有的。整体的涂装偏雾面哑光的这种风格，金色的勾边还是比较清晰的，呈现的效果蛮好，立体感很强，像诸如一些羽毛的细节也有体现。整体看上去这个质感还是比较强，因为本身这个设计呢，就是很多棱棱角角啊，或者类似于尖刺的这种造型，我还比较担心它上手之后把玩会不会有一定阻碍啊。但实际类似于它手臂这个像是臂刃一样的结构呢，铠甲的边缘呢，实际都做了软胶的材质，这样你在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负担啊，而且这也更易于这个玩具的可动。当然，像是手型啊，以及这个肩膀部分可动阻碍更少的地方呢，还是采用了更加硬一点的材料，保持它的精度。然后像它这个头部的还原度，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因为它层层叠叠的这种大的弧面，包括一些金色的勾边，还是比较复杂。眼部的话，其实是用了红色的透明零件啊，这个看上去效果还不错，并且在内部呢，其实附有眼灯啊，这个你把头盔拔下来，能够看到这个磁吸灯组啊，电池是 CR927啊，这个要自己再去准备啊，这里也可以用内置的磁铁进行点亮。亮度还不错啊，而且因为这个头盔连接的比较深比较紧啊，所以在周边也看不出什么漏光啊，保持的还是蛮好的。再次吸附的话，就可以由常亮去转为一个频闪的效果，再扫一下就转变为这个呼吸的效果了。我个人是喜欢常亮和呼吸的啊，这不需要它频闪，频闪有点这有点像圣诞彩灯啊。当然，鸭这部动画本身偏战斗的那种题材啊，所以即便它是一个这种厚重铠甲的状态，其实在动画中啊，这个大魄力的战斗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这款产品注定要有一个高可动，才能去呈现出不同的造型和战斗的这种 pose 啊。简单看啊，首先这个头部也是双段关节，然后两侧这个鸭羽啊，这个羽毛部分因为也是软胶，所以左右移动的时候没有什么干涉。肩膀部分做出了专门的设计，一个是这个尖尖连在手臂上的啊，这里有可以拉伸的关节；另一部分是贴近头部这里啊，左臂是有一个上抬的关节，右边呢做了一个中间开分的设计啊，这边是软胶材质，因此这个手臂也都能达到一个90度的平举。在此基础上呢，也单独有外拉的关节，进一步扩张这个手部的可动范围。然后是胸腰部分，直接去看的话，这里连接还是比较紧的，这个掰起来感觉幅度也就这样。当然，它也是具备一个上拉的结构，抬起来90度的鞠躬啊，向前向后，腿部胯部还是下拉关节，大角度的前踢，然后像膝盖一些弯折啊，脚踝的这个接地，这个都没有问题。脚尖的话也做出了一段上抬的关节。整体的话，我个人体验下来，这个可动就是超出我个人的一个预期吧，或者说它是要高出这个预拼装产品的一个可动范围的。然后是其他配件部分啊，首先看手型，一共配了10枚，挺丰富的啊。金色这种勾线很密集的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替换就可以了。然后是它这个武器部分，其实是一把武器啊，但是给了3种不同的状态。先看最小的是收纳的状态，带有一个磁铁，也可以用这个直接唤醒眼灯。然后是入鞘的这个形态，当然你可以直接和
后背处这个类似于爪子的结构进行连接。最后也是这个最大的解放形态，刀刃展开的一个造型。中心部分其实有刻画出来那种红色的，就像是雷电一样的这个形象吧。这个就只能握在手中做战斗的造型了。我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最大的配件，其实是它这个披风部分整体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胶件，安装上呢要把这个头雕取下。后背武器收纳这个爪子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要特殊注意的是，安装头部的同时，要把这个羽毛塞在披风下端这是还原本身的那样一个设计。我觉得戴上这个披风之后，整个形象气质真是完全不一样了真是帅很多因为这个披风不仅是后面的形象比较华丽在前端从肩膀两侧垂下的还有比较丰富的这个羽毛，整体呢也会带来一个强者的这种气质当然要注意这个披风一个大胶件所以说比较沉，安装好之后，它这个站立的重心要自己再去适当调整一下。作为这个 AMK 系列，其实我之前玩过都是变形金刚预拼装的这个人偶，我是第一次体验。就还是像我开头所说的，就是你连接好之后，从外观上起码是看不出来它是作为一个预拼装的产品去生产，而且在一些关节的这个强度上比较到位是可以去媲美一些成品玩具的。然后整个造型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个你说小众也好吧，但它确实十分的经典。说实话，我还是后期才有接触过这部动漫，大家口口相传就是它这个经费巨高嘛，在当时，即便现在去看也不落伍，并且有很浓重那种铠甲也好或者特摄感觉的那种形式，还是能吸引很多喜欢这种铠甲主题类似元素的玩家的。虽然说原设中的这个配件就不算太多但是产品的呈现时候还是在武器比如说不同状态上做了一点设计，尽可能让它能去摆更多造型。然后可动的助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各种外拉关节以及软胶外甲的应用呢，让它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高的那种可动效果。然后预拼装呢也能带来一点动手的乐趣嘛，毕竟起码像我这种正常白天要上班的人就很难有大块的时间动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组装，就采用一个这种预拼装形式，简单的解手痒这个还是能达到的。而且对于这种类似于铠甲的题材，预拼装这个方法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形式。未来的话，其实很多类似的动漫作品都可以做成这种相关的产品然后呢，这期呢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